婆婆躲在儿媳妇床底下，好不容易挨到天黑，果然听见有人轻轻敲门。一个男人压低了嗓音：“双灵，你准备好了吗？”“好了，哥，你稍等啊。”然后这位婆婆杨三妮就听到小儿媳妇风双灵悉悉索索穿好外衣，蹬上鞋，开门出了屋，咔嚓把门上了锁，走出院子，脚步声就越来越远了。杨三妮火往上撞：“好啊，风双灵，我儿子不在家，你果然偷汉子！”想到这儿，杨三妮就要从床底下爬出来。哎呦，胳膊腿都不听使唤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在床下趴了一个下午，四肢全都麻木了。50多岁的婆婆杨三妮缓了老半天，这才由打小儿媳妇风双灵的床底下爬了出来。门是出不去了，她打开窗户跳到院里，院门没上锁。杨三妮一转身就回到了隔壁院子自己的家中。“老头子，你猜的没错，我说怎么每天晚上有动静呢？老二他媳妇果然是偷汉子，刚才有人把他给喊走了。不对，老头子，我怎么觉得刚才那个男人的声音像是咱家老大马飞呀？”“什么？你听清楚了没有？要真是那样的话，可是大丑事啊！”这位婆婆杨三妮低下头，闭上眼睛，又仔细回味了一番。没错，刚才喊走老二媳妇的男人就是咱的大儿子马飞。听到这儿，老汉马宏图腾楞就由打床头上站了起来。“好小子，搞破鞋搞到你弟媳妇头上来了，这还了得！”说着话，他就推门出了屋。“老头子，黑灯瞎火的，你上哪儿去呀？”“我去找老大马飞，非得好好教训教训这兔崽子不可。”原来呀，老大马飞前几年因为要娶的媳妇是个孤儿，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，最后被马老汉赶出家门。马宏图和杨三妮老两口不认这个儿子了，家里有9间砖瓦房，一间也不让马飞夫妻住，10几亩的农田也不让马飞种一分。马飞和妻子叶桂花只好租住在别人的一处旧宅院里，靠收废品为生。老二马涛是去年刚娶的媳妇，前不久马涛出门到大城市打工去了，留下了媳妇风双灵独自在家。最近几天晚上，马宏图老两口总是听到隔壁小儿媳妇的院子里有动静。今天下午，婆婆杨三妮趁着小儿媳妇风双灵上茅房的功夫，偷偷进屋，钻到床底下偷听。现在老汉马宏图很快来到大儿子马飞租房的住处，墙头不高，他翻墙而过，看窗户还亮着灯光。老马蹑手蹑脚来到窗户根底下，打算先听听动静，确定好里面是个什么情况之后，再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行动。哎呀呀，果然有小儿媳妇风双灵的声音，然后大儿子马飞也正在说些什么。马宏图老汉心里这个恨呐，他恨自己的耳朵怎么这么不灵光，明明听得出来是谁在说话，可就是听不清楚说话的内容。把耳朵又凑近了一些，更加努力仔细使劲儿这么一听，好像又有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。莫非这是马飞他媳妇？哎呀，马老汉忽然意识到，大晚上的，我一个50多岁的老头子偷偷趴在被我赶出家门的儿子的窗户根底下偷听，万一被人发现，是不是很不妥呀？想到这儿，他就决定还是先回家为好，于是抬腿要走，当啷一声，糟糕，脚下没留神，踢翻了一个喂鸡用的铝制盆子。鸡窝里的几只老母鸡迷迷糊糊刚睡着，一下子就被惊醒了，咕咕嘎咕咕嘎一阵乱叫。马宏图老汉惊慌失措，拔腿就跑向墙头。因为太紧张太慌乱了，蹦了好几下，愣是没爬上去。
好不容易2条胳膊刚搭上墙头，大儿子马飞拎着擀面杖就跑到了他的身后，抡起胳膊，呜啪，一擀面杖就敲在了老汉马宏图的小腿上。好你个跳墙的贼，看你还敢再来偷东西！马宏图应声摔下墙头，坐到了地上。此时小儿媳妇冯双玲也出了屋门，用手电筒一打，亮光就照射在他公公马宏图的脸上了。大儿子马飞低头一看，啊，爹，怎么是你？我算了，先别说了，爹，我先背您回屋。此时小儿媳妇冯双玲一听跳墙的是公公马宏图，赶忙转身回了屋里。因为她跟丈夫马涛结婚头一天，公婆就告诉她了，不许跟大哥马飞来往。马飞本想把他爹背进屋内，一看弟媳妇转身回屋的背影，他打了一个愣神，一扭头推开院门，就把他爹背回了父母的家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大儿子马飞用3轮车载着父亲马宏图老汉来到县医院看腿，拍出片子一看，右小腿粉碎性骨折，好在不是十分严重，不需要手术。打上石膏之后，医生说可以回家养着了。马飞开着3轮车载着他爹往家赶，来回路上爷俩是一句话都没说。回到家之后，马飞想伺候老爹几天，他娘杨三妮用手一叉腰，你个不孝子，连亲爹都敢打，快滚吧，我们不需要你。听了这话，马飞就像是心口插了把刀子，顺着刀口滴滴答答在流血的感觉。几天后的晚上，老太太杨三妮发现小儿媳妇冯双玲又跟着大儿子马飞走了，她让老伴马宏图在家躺床上等，自己亲自追到大儿子的家，要一看究竟。我非得来个捉贼拿赃，捉奸拿双不可。结果院门锁着，墙头他也跳不过去，干着急没办法，垂头丧气又回了家。马宏图老汉躺在床上一拍床板，我看这样吧，明天你到村委会去，给小涛打个电话，让他回来一趟，自己管管自己的媳妇。杨三妮用村委会的电话打到了小儿子马涛的工地上。儿啊，你快回来一趟吧，家里有点事儿，最好是晚上到家，直接到我和你爹这屋啊，先别让你媳妇知道。马涛问家里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杨三妮就是不说。你回来就知道了，电话里1、2句话也说不清楚。2天后的晚上，吃过晚饭，杨三妮刚把碗筷收拾干净，小儿子马涛背着个红蓝白3色条的编织袋子推门进了屋。娘，到底是出啥事了呀？非得把我叫回来。小涛，最近你媳妇几乎天天跟着马飞回家去，一待就是大半夜才回来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马涛一听就是一愣，真的吗？他去干什么了呀？我们怎么能知道？反正不会有啥好事。我们老了，想管也管不了了。这不，为这事儿，马飞把你爹的腿都给打折了，你也要小心着点啊。什么？他敢打我爹？马涛掀开他爹马宏图的被子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右腿上打着厚厚的石膏，一咬牙一瞪眼，我去找他。腾腾腾，快步如飞，马涛就赶奔大哥马飞的住处。他娘杨三妮也在后面紧紧跟随，他得把控一下局面啊。咣咣咣砸门，马飞开门，马涛闯入屋内一看，就是一愣。只见自己的妻子冯双玲背朝门口跪在大哥家的床沿上，还有另一个女人趴在床中间，正在接受冯双玲的推拿按摩。小涛，这是你嫂子，双玲是来给她做按摩的。原来这马飞和叶桂花夫妻俩结婚好几年了，一直没有孩子。经过检查，是叶桂花身体有点问题，跑了几家医院都没效果，最后听说弟媳妇冯双玲的父亲是个老中医，
治疗不孕医术很好，于是找上门去开了方子，吃中药调理的同时，配合着弟媳妇风霜铃亲手推拿按摩，希望能够早点怀孕生子，传宗接代。好，这个我不反对，可你无论如何也不能打折咱爹的腿吧？小弟，那天晚上爹偷偷来听我家窗户根，黑灯瞎火的，我以为是有贼呢，事后才知道是咱爹。马涛听到这儿，扭头看了一眼他娘杨三妮，那意思好像是在问我哥说的是实话吗？不用杨三妮回答，透过他的表情，小儿子马涛也就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心说娘啊娘，您怎么说话竟说半截啊？这不等于是挑拨我们兄弟不和吗？哎，可他也不好当着兄嫂的面说别的。回到父母家之后，马涛把门一关，爹娘，前段时间我一直在想，明年就不出去打工了，留在村子里种果树。现在既然早回来了，我就不再回去了。再就是关于我哥，他不就是为了娶我嫂子跟你们闹了点别扭吗？要真是听你们的，娶了村长的闺女也未必就好过。刚才路上我也想好了，我希望你们让我哥回家来住，把东边那3间房收拾出来，咱们老少2代3个院子紧挨着，过起日子来多方便，你们说是不是？老汉马宏图看了一眼老伴杨三妮，杨三妮瞅了瞅老头子马宏图，俩人相互对个眼光之后，把头一低，谁也没有说话，算是默许了。半年之后，大儿媳妇叶桂花、二儿媳妇风霜铃先后都怀孕了，10月怀胎，一人生了一个男孩。老汉马宏图和老伴杨三妮哄着2个大胖孙子，忙的是不亦乐乎，再也不无事生非了。